一招穿越，宋蛋蛋成了刚出生就被换身份的真千金，吃不饱穿不暖，险些被酒鬼养爹打死。还有一个系统不断在耳边碎碎念：你的任务是继续原主的生活，在烂泥里挣扎着活15年，再回到亲生父母家，做好假千金女主的对照组，完成恶毒女配作死任务，凄惨生死。跟活着回家做女主。于是，某个小崽子迈开短腿，一步步站到了亲生母亲面前。妈妈，五仔，注意查收。凛冬，宋蛋蛋将自己蜷成一团，走在破旧不堪的小巷中，瑟瑟发抖，浑身冰冷，鞋子破了洞，还大了几号，走在地上留下啪嗒啪嗒的响动。终于来到了小卖部，宋蛋蛋仰头，费力地踮起脚尖，指着货架上的一瓶酒。叔叔，要那瓶酒。宋蛋蛋说话有些漏风，本身牙还没有长好，前几天又被爸爸打掉了一颗。小卖部的老板板着脸站起来，扯过宋蛋蛋手中捏的皱巴的20块钱，将装着酒的袋子塞到了宋蛋蛋手里，又往里面扔了2块面包。马上过期了，替我扔掉吧。宋蛋蛋的眼睛亮了，又小心翼翼地开口：叔叔，蛋蛋可以吃吗？老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随你，反正是我不要的。谢谢叔叔。等到宋蛋蛋走后，小卖部的老板却是叹一口气：也是个可怜孩子，妈妈工作的地方据说很远，1个月也没几个回来的时候，这孩子就只能跟着他那又是酒鬼又是赌鬼的爹，小小年纪被指使着干着干的，饥一顿饱一顿就算了，还被动辄打骂，造孽呀！一道酒气熏天的身影正躺在沙发上，宋蛋蛋小心地朝着宋国清的方向走去，将手中的酒瓶递上。等把酒给了爸爸，蛋蛋就可以吃小面包了。下一秒，酒被一把扯过，与此同时，骂骂咧咧的声音一同响起：你个废物赔钱货，让你去买个酒也要磨磨蹭蹭那么久，我养你有什么用？爸爸，蛋蛋没有磨磨蹭蹭，蛋蛋已经用最快的速度了。赔钱货，都是你坏了老子的运道，老子本来能赌赢的。砰的一声，宋蛋蛋被直接踹飞出去，重重地砸在了茶几上，剧烈的疼痛猛地袭来，宋蛋蛋疼得没了半分力气，眼前变得一片模糊。宋蛋蛋有些害怕：爸爸，贱蹄子装什么死？滚开！宋蛋蛋整个人如同破布一般被踹开，藏在兜里的小面包跟着飞落。宋国清却是毫不犹豫地在踹开宋蛋蛋，整个人醉倒在了沙发上，不省人事。好一会，宋蛋蛋才有了些许动静。小面包他还没来得及吃，他其实知道的，那是小卖部叔叔特地给他的。浪费了叔叔的一片心意，叔叔会难过的吧？他一点点朝着小面包爬了过去，地上拖出一片蜿蜒的血迹。然而，在宋蛋蛋的小手即将要碰到小面包时，他终究是无力地垂下了手臂。半空之中，一道身影漂浮着，睁着懵懂的杏眸，静静地看着下方的这一幕幕。宿主，你听到了吗？宿主，这具身体，也就是你即将要继承的身体，是宋家被调换的真千金宋蛋蛋，在经历了养父15年的虐待后，被亲生父母找到认回家，成为团宠女主宋娇娇的对照组，之后又开始不断欺负陷害针对女主宋娇娇，最终达成被18个壮汉冷死、惨死街头的结局。机械声说的有些上头，压根没发现女孩眼中透出来的清澈懵懂。这就是宿主你要走的剧情，而我尊贵的系统0517会辅助你走完这整个剧情。等到你走完整个剧情后，就能获得奖励，获得1万奖金，健健康康的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宿主，你做好准备了吗？女孩缓缓回神，睁着黑白分明的眸子，不答反问：狗蛋为什么不让他自己走？宿主，元神已经死了，没法继续走剧，怎会宿主？你管我叫什么？狗蛋。宿主，我是系统0517。女孩置若罔闻，依旧慢吞吞的。可是他不就在这里吗？0517这时候才冷不丁的发现，在自家宿主的旁边正站着一个面目苍白的小女孩。仔细一看，不就是下方依旧没了气息的宋蛋蛋的灵魂吗？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宋蛋蛋不应该已经去投胎了吗？怎么灵魂还在这？再仔细一看，可不就是自家那个宿主正揪着宋蛋蛋的灵魂？不是，人类灵魂什么时候还能抓住另一个灵魂？0517简直都快疯了！宿主，你撒手，人家要去投胎的，你赶紧撒手。然而，女孩并没有搭理他，只是揪着宋蛋蛋的手，慢吞吞的开口：你回去找你亲爸妈，不挨打。宿主，你疯了吗？没有这具身体你会直接死的，他本身阳寿就已经尽了，是必须要离开的。对不起，姐姐，可是宋蛋蛋要走了，蛋蛋觉得这样挺好的，不饿也不疼了哦。话音落下，宋蛋蛋的身影慢慢淡去，凝成一个小小的光点。0517这才松一口气，只是为什么他好像看到那个光点飘到了他宿主的身体里？投胎不应该往地府的方向飘吗？0517再次定睛一看，却又什么都没看到。难不成是自己刚才看错了？就在0517愣神的功夫，他忽然看到自家宿主的灵魂忽地进到了宋蛋蛋的身体
体重。宿主，你现在要做的是找到医药箱。哦不，这里没有医药箱，你要找到纸巾给自己包扎，然后再把家里收拾干净。等你养母回来，完成任务，系统会奖励你3天20%的痛感屏蔽。似乎是听到了任务，地上的人缓缓爬了起来，他慢吞吞地爬上一旁的沙发，沾满泥土的鞋啪叽一下，毫不犹豫地直接往宋国清脸上踩。看着这一幕，0517差点惊叫出声，这小崽子怎么敢的？要是宋国清醒了，还不得给他又打一顿？就像是要印证他的猜测一样。宋国清动了，似乎是有了即将要醒来的征兆，却见小崽子毫不犹豫地抄起宋国清手边的玻璃瓶，哐啷当一下砸在了宋国清的头上，血迹从宋国清后脑上汩汩冒出。宋国清两眼一翻，彻底不省人事。小崽子做完这一切，似乎没有任何害怕，专心致志地去够桌上的电话了。宿主，纸巾在旁边。我找电话呀。你找电话做什么？狗蛋呀，遇到困难就找警察叔叔。狗蛋啊不，0517再次发出土拨鼠叫。宿主，你现在要做的是任务，而不是报警。狗蛋，你好吵哦。话落，小崽子已经拿起电话拨通了110。喂，叔叔，我快被打死了啊！爸爸打我，用酒瓶呀。等小崽子挂完电话，慢吞吞地朝着小面包的方向走了过去。他浑身是伤，走的每一步都很疼。在终于拿到小面包，窝在角落里吃了起来，一小口一小口。在他吃到第8口，门猛地被人破开。小朋友，你不要害怕，叔叔先带你去医院好吗？你现在什么感觉？疼不疼？0517在宋蛋蛋脑中疯狂开口，告诉他们你不要去中心医院，不要去中心医院，只要你不去中心医院。这个小世界的女主在游乐园玩的时候摔了一跤，现在就在中心医院呢。作为一个合格的系统，她可不能让他们在这个时候碰上。那你求我呀！0517快急疯了，宿主，算我求你了，你人美心善，性格好，就听我这一次吧。好像不疼，不去医院。两个警察相互使了一个眼色。好，那我们就不去医院，我们去天使姐姐那边。天使姐姐说穗穗是个勇敢的小朋友，想要奖励蛋蛋糖果，好不好啊？宋蛋蛋爽快点头，0517也大松一口气。你们不会走到一半把我摔下去吧？放心吧，小朋友，叔叔保证绝对会安安全全的把你送到医院去的。就在警察准备动手的时候，小崽子又像是想到了什么，转头指着沙发上的宋国清，爸爸在那边，要记得抓他哦。话还未说完，警察杀气腾腾的眼神就一下落在了宋国清的身上。看到宋国清头上的血迹，几个警察一愣。就在0517觉得警察会对小崽子失望的时候，他们安抚的声音响起：小朋友你放心，叔叔会安顿好你爸爸的，不用担心。随后警察又用很轻的声音交流：这孩子太让人心疼了，被打成这样，竟然还记挂着他爸爸自己磕破了脑袋，担心他有没有事。在被送到医院后，宋蛋蛋还是眼皮一沉，昏昏的睡了过去。病房里只有几个护士说话的声音。可怜啊，小年纪就进抢救室了，身上还那么多伤，这么可爱的孩子，做家长的到底怎么忍心下的手？说起来都是姓宋，这个小姑娘和宋家千金过的日子可真是天壤之别。人家膝盖蹭到一点皮，就被宋夫人那么紧张的送了过来。这个小姑娘呢，到现在都没一个家里人来看。别说了，你看这个小姑娘是不是醒了？一个护士快速跑出去叫医生和警察了。很快，医生和警察就全都到了宋蛋蛋的病房中，对着她嘘寒问暖。也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猛地推开门，冲进了病房。她气喘吁吁，脸色惨白，显然是一路急忙跑过来的。穗穗，你没事吧？都怪妈妈工作太忙了。宋蛋蛋小小的闷哼一声：“你走。”请问是穗穗的妈妈叶红女士吗？你弄疼宋蛋蛋了。不好意思，我刚才也是太担心了。警察点了点头，眉头微微皱起，只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警察同志，我家孩子不懂事，麻烦你们专门跑这一趟。现在这里有我，就不继续麻烦你们了。叶女士，这是我们的职责，谈不上麻烦。而且，警察是想说事情还没结束，他们得留下来。叶红却是一下打断他们，他直接看向宋蛋蛋：“妈妈已经来陪你了，这些叔叔很忙的，我们不要再麻烦他们了，好吗？”宋蛋蛋一笑黏他，听话的很。叶红有这个信心。0517也来了精神，快答应，让警察都走，咱们继续走剧情。不要！小崽子拒绝的毫不犹豫。叶红脸上的笑容落下，一下渲染语气变得悲伤。穗穗，你还在怪妈妈不在你身边是吗？可是妈妈如果不去赚钱，拿什么来养活你？看着这一幕，原本脸色冷着的护士也有了些许动容。或许宋蛋蛋的妈妈也不想离开女儿的呢。小崽子闻言皱了皱鼻子，眼神怜悯。你好可怜呀！叶红一愣，在场的人也都是一愣。为了你，妈妈不觉得辛苦？一天挣的钱还不够买一个小面包，你一定是被骗啦！轰的一声，叶红只感觉自己的脑袋嗡嗡作响，整个人都不好了。其余的人古怪异样的目光也全都落在了他的身上。小崽子继续补刀：“要不要我帮你报警打倒
黑心肝，老板。护士悲伤的情绪一下被冲散，差点没忍住笑出来。宋蛋蛋小朋友说的对，有困难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一定会帮你的。这句话同时也是对叶红的警告，却见叶红泣不成声，满脸愧疚。我真的不知道宋国清又没有好好对穗穗，明明我每个月都有给他打钱，我以为我给了他钱，他就会好好对自己的女儿，可没想到他还是一直死性不改。我一直顾念着他是穗穗的亲生父亲，想着虎毒不食子，一次次的以为他会改好，我也怕穗穗小年纪就没有完整的家庭了。宋国清他人呢？看着这一幕，在场的人又动容了，看着叶红的眼中也不由得带上了几分怜悯与同情，一个可怜的母亲罢了。叶女士，你放心，她已经被关进拘留所了。拘留了？警察狐疑的目光望过来，他咬着嘴唇，脸色难看。只是就在警察以为叶红是想要保释宋国清的时候，叶红的电话响了。回来后，他歉意的看了众人一眼，不好意思，我工作上有点事，要离开一趟。说完，他就急忙的离开了。穗穗妈妈。众人根本没机会说些什么，只好面面相觑。说服自己后，他们又不由得朝穗穗看了过去。不过3岁半的小朋友是不知道妈妈工作忙的，只会觉得妈妈又丢下他了，或许还因为他的举动伤心。人呢？人怎么不见了？只见原本的床上已经没有了小崽子的身影。警察快步走到了穗穗床前，似乎是依旧不敢相信这么个大活人就这么在自己面前不见了似的。掀开了床单，没有人，确实没有人。小崽子此时正慢吞吞地坠在叶红身后，跟着他走。517发出尖锐警报：宿主，你要去哪里？咱们有话好好说，你先停下脚，怎么样？小崽子确实是停下了，却是因为叶红此时已经到了顶楼一个病房的门口，走了进去。小崽子探头，小崽子迈步，小崽子下一秒就要往病房里走。哪来的小孩在这里偷偷摸摸？你走开啊！宋蛋蛋不满意，很不满意，这个傻大个到底是想要干嘛？也就在这时，宋之穗又呕出了一口血来。看到这一幕，宋浩辰一下就慌了。小孩你怎么了？小孩，医生呢？这小孩要死了，快来人！怎么回事？叶姨，快叫医生，快去！叶红一边在心里嘀咕着，不知道这宋浩辰哪里抱来的脏小孩，可别吓着了娇娇，一边不情不愿的去找医生。三婶婶，他吐血了，他不会有事吧？你快救救他，他不会要死啊！我不是故意要气他的，现在怎么办啊？三婶婶，你一定要救救他！看着宋之穗那苍白的小脸，宋浩辰越想越是愧疚自责，滔天的悔恨几乎是要将他整个人给淹没。也就是这个时候，医生匆匆赶来，给小崽子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后，松一口气，这孩子没死，只是他长期营养不良，又被打了才会吐血，下手的人下手挺重的。宋夫人眼底划过一抹怒意，谁还对这么小的孩子动手？还有没有人性了？此话一出，叶红心里却是一个咯噔，刚才走的匆忙也没在意，根本没仔细去看这孩子的脸，这不就是宋之穗吗？他刚才就是担心宋之穗和宋夫人撞上，所以才急匆匆的离开。见到宋夫人抬手就要去帮宋之穗擦脸，叶红一下冲上去，差点尖叫：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让您来？我来就好了。宋夫人温婉的眉头略微皱了起来，目光落在叶红的脸上。叶姨，你怎么了？我就是看这小孩太脏了，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别传给您和小姐什么病菌，这种事情我来就好了。听到这话，宋夫人就有些生气，这只是个可怜的孩子，以后可别说这种话了。夫人，我知道您心善，不过还是让我来吧。宋夫人却不想再听叶红说些什么，她拿着湿巾，小心翼翼地给小崽子擦脸蛋。小崽子眼皮子动了动，缓缓睁开眼睛，他的视线慢吞吞地从面前温温柔柔的大阿姨身上挪开，随后精准地瞅上了站在后边干着急的叶红，张口就喊：他就说你黑心老板嘛，不像呀！大大的眼睛，分明的瞳孔，说出来的话差点让叶红当场窒息。而宋夫人疑惑的目光也落到了叶红的身上，她没明白穗穗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看着怎么好像穗穗认识叶红呢？就在宋夫人打算问出来的时候，一阵嚎啕大哭声响起，是宋娇娇醒了在哭。宋夫人当即顾不上疑虑，转身过去安抚：怎么了，娇娇？妈妈在呢。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宋娇娇看到了穗穗，再次大哭起来：脏东西，走开！她瞪着一双眼睛，看着如同小王八似的四仰八叉躺在她床上的穗穗，一脸的难以置信。刚才情况太过紧急，宋夫人下意识的就把穗穗放在了宋娇娇的床上。娇娇，这是小妹妹，不是脏东西。她又赶忙去看穗穗，生怕小孩子听到了这种话会伤心。脏东西，说谁呀？说你把我的床都弄脏了。脏东西，说我呀。宋娇娇丝毫没有意识到哪里有不对，越发的张牙舞爪。就说你从我的床上滚下去。见到穗穗一动不动，更是开始大哭大闹。叶红却是心疼坏了。夫人，您看
看我就说小姐会被吓到的，还是让我赶紧把她给带下去，擦擦干净吧。而且浩辰少爷把人带过来，他家里人说不定也在着急找他呢。说着，他抄起宋之穗，直接就往外面走。叶红却在将宋之穗带到外边之后，就变了脸色。你个死丫头，跑到这里来，是想害死我吗？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到来，伴随着喊穗穗名字的声音。叶红听出来这是刚才的警察和护士，心头一慌。在这里呢，别喊了。几人连忙跑过来，原本想要接过叶红手中的穗穗，却被他一把躲开。这孩子就是爱黏着我，所以特地跑过来找了我，我陪着他就好了，就不麻烦警察同志了。你们回去就好。听着这话，警察们也犹豫了起来。你刚才不是说没空吗？这不是这孩子实在是黏我吗？我难道还能真的放着他不管不成？警察们都懂了，或许他们之前真的是误会了叶红。警察先生，我也真的不好意思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我家孩子我自己会照顾好，你们就放心走好了。警察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他们也有很多事情要忙。现在叶红都已经这么说了，他们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离开了。叶红带着宋蛋蛋直接回了家，看着家中的一地狼藉，他的眉头嫌弃的皱起，随后将小崽子扔在了沙发上，想了想，又塞给他100块钱。想吃什么自己去买，妈妈还有事要走了，你照顾好自己。也不知道娇娇现在怎么样，在医院里找不到她会不会害怕？叶红匆匆离去，独留下小崽子一人，揪着一张100元的钞票，懵懵懂懂地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幕，就连0517都有些不忍心了。这叶红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呀！在将小崽子放到了家里后，叶红便急匆匆地回到了医院去。见到叶红一个人回来，宋夫人只觉得心里一紧。那孩子呢？叶红早就已经想好了理由，此时说的时候无比顺畅。我刚下楼就遇到这孩子的家长在找他，所以就把孩子给他们了。真的是那孩子的父母吗？不会是什么？宋夫人很怀疑叶红遇到的是人贩子，故意骗走了那孩子。不会的，夫人，还有护士在边上一起陪着呢，就是这孩子的亲父母准没错。也不知道那孩子的父母人怎么样。叶姨，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心。您就放心好了，我都在您身边待了3年了，难道我做事您还不放心吗？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在看到穗穗又一次消失在病房里面，几个护士小姐姐都快要气疯了。这一着急，他们就也报了警。警察赶来的速度极快，只不过一时间找不到叶红的人，电话也打不通。福至心灵，有警察一下子想到了穗穗之前待的城中村，没有任何犹豫，警车呼啦啦直接朝着城中村的方向冲了过去。也就在这时，房门再次被破开，没多久前刚走的警察出现在了门口的位置，看到小崽子时满脸惊喜。穗穗小朋友，我们终于找到你了，我们带你回医院。517顿时两眼一黑。穗穗小朋友，是谁把你带回来的？是你妈妈吗？您呐，给了，接个。小崽子拿起了手上红色的钞票，看得警察心里怒火滔天，果然是他们想的那样。这个时候，几个警察已经不想着要联系叶红了，几个警察自己凑了钱，重新给穗穗办了住院。此时的517头都要炸了，刚才把小崽子送回家，现在又被送到医院了。0517使用最后一点能量，给叶红发去了一条短信，告诉叶红小崽子又来医院了。过了1个小时后，叶红满怀怒气的来到了医院，一个巴掌甩到他的脸上。宋之穗，你给我起来，我不是已经把你送回去了吗？不是已经给你钱了吗？你还非要跑回来做什么？你就非要这么见不得我好，非要欠打是不是？护士听见病房的动静也赶了过来。穗穗妈妈，你这是在做什么？穗穗，你脸上是怎么回事？谁打你了？我教训自己家孩子，关你们什么事？你们知道什么？你们根本不知道这孩子有多恶劣顽皮，看看他都把我害成什么样了。这么小一个孩子，还能欺负到你一个大人头上？穗穗妈妈，明明是你打了穗穗泄愤，现在还想要倒打一耙，我们可告诉你，你这样是虐待儿童，你要再这样，我们可就只能报警了。叶红不甘心，却也只能就此作罢。次日一早，他便直接和宋夫人告了假，直奔派出所而去。没错，他要去保释宋国清。叶红想了一晚上，最终想明白了这件事情，只要宋国清被保释出来，他让宋国清管着这死丫头，他就不用再担心自己所担心的问题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0517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掰开了揉碎了和小崽子讲着剧情。前2天来看你那个宋夫人，你知道吧？她就是你亲吗？你们很久之后才该重新相认，现在你们一直见面，实在是太危险了，稍不留神怕是就会被认出来，扰乱剧情。所以在安全起见，咱们离他远点好吗？难道你就不想获得亿万家财，回到原本的世界里面，高高兴兴的过日子？小崽子听着0517叨叨半天，最后捕捉到了2个词：宋夫人、亲妈。而另一边，叶红已经到了派出所。什么？凭什么不让我保释？这是我家里面的事情，警察同志，你们根本不了解。叶女士，这是我们的规定，像是您先生这样虐待儿童，情节恶劣的，是必须要按照规定拘留的，不能保释。如果不是法律规定，警察甚至不想要将这样的人渣败类放出去。警察同志，我家里没别人，我这不也是担心我家孩子出院之后没人照顾吗？他也就喝酒的时候脾气差了那么一点，其他时候都不是这样的。你们放心，我一定不让他再喝酒了，你们要相信我啊！叶红几乎是把嘴皮子磨破了，愣是没让几个警察松口，他气得差点骂
骂出来，脚一蹬，他重新回了医院，直奔宋夫人而去。夫人，您快帮帮我吧！怎么了，燕姨？我的丈夫犯了点事，被关进局子里去了，您看能不能帮帮我，把他保释出来？我知道的，这对您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情。怎么会被关进去？是他犯了什么事情吗？当然不是，他就是被人设计陷害了。现在他被关进去了，那群黑心的警察还不愿意放人。我家孩子一个人待着，身边也没个人照顾，我都快要担心死了。原本宋夫人还有些犹豫，只是在听到叶红家里孩子一个人待着，没人照顾的时候，终究是心软了。那好吧，哎，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您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我家孩子也会很感激您的。宋夫人当着叶红的面打了电话，随后便告知了肯定的答复。犹豫片刻，她又问叶姨，如果家里孩子没人照顾的话，我也可以再批你几天假。这怎么行？小姐离不开我的。娇娇怎么能离得了她？见到宋夫人变得疑惑的眼神，叶红立马道：更何况了，现在我丈夫也已经能出来了，他去照顾就好。我家孩子从小和他一起，也更黏他。见此，宋夫人也不再多说，叶红千恩万谢的走了，又去角落给宋国清打了电话。她压低了声音，声音严厉：宋国清，我已经求了夫人把你放了，你出来以后立马去给我把那小崽子带回家里面，别再让他在外面给我惹是生非了。都是那个小崽子给我惹出来的祸，我出去了，饶不了他。我不管你怎么样，总之立马给我把他带走。宋国清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语气还是为难。其实在医院也好，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也没钱养他。你来医院找我，我给你现金。宋国清冷哼一声，不情不愿地应了下来。挂了电话之后，他得意洋洋地看向警察：喂，快把老子给放了，我老婆可已经找人来保我了，你们得罪不起。警察眉头蹙起，刚想说什么，急促的电话铃突然响起，他接起，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抬头看了仰着下巴的宋国清一眼，艰难地说出2个字：放人。叶红揪着宋之穗的往医院外面走去。你回去之后好好听你爸爸的话，不要再出来惹是生非。你爸也不是天天打你，你报什么警？一天天的就知道给我惹事，一点也没有娇娇乖巧听话。再说了，你要是听话的话，你爸又怎么可能打你？还不是你不听话。又等了10多分钟，宋国清依旧没有出现。想到等会宋之穗可能会再次跟出院的宋夫人撞上，叶红一咬牙，打算直接带着穗穗去叫出租。就在这时，宋夫人带着宋娇娇办理了出院手续，刚好从医院门口路过。宋之穗看见了宋夫人，迈开短腿，撒丫子朝宋夫人跑去。妈妈，宋夫人受宠若惊，叶红惊出一身冷汗。517发出尖锐报名：穗穗，你叫我什么？此时叶红无比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多看着这死丫头一点。0517都要乱码了。你恕我妈妈。快说自己认错人了，瞎说的。宿主，你这样违背剧情是会受到惩罚的。什么惩罚呀？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惩罚。宿主，你要是继续这样做的话，你会回不到原本世界，只能待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你现在回头是岸还来得及，你的任务是告诉宋夫人自己认错人了，并且和宋国清一起回到城中村去。穗穗，我是你妈妈。当听到小崽子再三强调这个事实的时候，彻底站不住。哎呦，夫人，这小丫头片子就是从小满口胡言乱语，您不要放在心上。叶姨，你其实是认识穗穗的吧？夫人，我也不是故意要骗您的，这确实是我家的孩子，我之前就是怕麻烦到您，所以才没有说，谁知道这熊孩子还会故意跑到您的面前来装可怜。宋夫人听到这话之后，眉头却是越皱越紧。我和穗穗接触过，不觉得他是那样的孩子，去做亲子鉴定，马上。你别哭了呀！我的孩子，穗穗不是我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又去哪里了？夫人，您可一定要帮我找到我的孩子啊！宋夫人看着叶红哭得情真意切的模样，仍旧是将那句话给问了出来。叶姨，这件事情你不知情。穗穗是他的孩子的话，那么不是他孩子的娇娇，便是最有可能是叶红孩子的了。再联想到叶红便是在娇娇出生之后才来他家当了保姆的事情，宋夫人更是细思极恐。夫人，我怎么可能知情？您竟然怀疑我？我现在只想要找到我那可怜的女儿。你和娇娇做一个亲子鉴定吧。先前宋夫人不确定，只做了自己和穗穗的，在确定了他们俩的关系之后，娇娇的身份就变得飘忽不定了起来。难道娇娇小姐会是我的女儿？那你为何对娇娇这么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却不闻不问？当听到这话，叶红就好像是终于忍不住一般哭了起来。夫人也不怕你笑话了，我丈夫他其实对我不太好，我一看到穗穗就会想到他。夫人，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但是这绝对不是因为调换了娇娇啊。宋夫人定定地看了叶红许久，依旧没有发现破绽之后，才缓缓地转开视线。现在还不能证明当初孩子被调包的事情是叶红做的，他没有证据，无法将其绳之以法。随后立马打电话通知了宋家人。宋之穗每一觉
觉醒来的时候，0517已经在他头顶绕了782圈。狗蛋儿呀，别玩自己了呀！宿主，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你现在是真的回不去了。狗蛋儿，没关系呀。去你的没关系！现在好了，我永远也完不成任务，要在这个地方待一辈子，然后被当成没用的废弃品，被主系统抛弃，变成一堆破烂。那我哄你一下，狗蛋儿呀，别哭了呀，下次一定听你的呀。此时，宋夫人和一个中年男人一起进了病房中。你就是岁岁吗？我是宋世峰，你的亲生父亲。哥，不认识呀。见到岁岁这一副没有丝毫礼貌的模样，宋世峰的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十分的不习惯。岁岁，你不认识我也正常，这几年你受苦了，今后我们会好好补偿你的。说着，他就伸出手来，想要安抚一下岁岁的脑袋，谁知再一次被小崽子一下躲开。宋世峰彻底绷不住，转而看向宋夫人。宋夫人早已在一旁偷偷抹泪。自从得知岁岁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之后，她的眼泪便几乎没有停过。梦梦，不哭，孩子找回来就好了。你身子本来就不好，可千万不能再忧思过度了。我就是心疼这孩子，你都不知道这孩子之前过得有多苦。岁岁已经回到我们身边了，你之后有无数的时间可以补偿他，我们慢慢来好吗？无论怎么样，梦梦你都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你身体原本就不好，还要操心公司的项目，现在又因为岁岁，我实在是放心不下。说着，宋世峰拿出文件，深情款款地握住林梦的手。梦梦，我知道你放不下岁岁，肯定想要好好陪他，我没法让你不操心岁岁，只能够在公司的事情上多给你分担些。医生也早就已经说过了，你的身体已经不适合你继续操心那么多的事情了，我真的很担心你。梦梦，你暂时先把决策权交给我，等你好些了，你再回公司去。我知道我的能力没你强，但是也一定会归还你一个完整的公司，好吗？林梦心中一暖，犹豫了一会儿之后，还是被宋世峰打动，应了下来。与此同时，0517刚接受了一大波信息量的冲击，摇摇晃晃地飘到了宋之穗的耳边。在，系统已经重新恢复了，虽然剧情大体偏差了一些，但还有救。在，你根本想不到，你这个爸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渣男，他现在就是想把你母亲的东西全部都骗到手。在调包宋娇娇和宋之穗的事情里面，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不知情者，而是彻头彻尾的幕后人。他以为是自己女儿的宋娇娇，实际上是宋世峰的私生女。小崽子睁着无辜的双眼，手里拿着林梦还没来得及签字，就已经被他扑腾一下撕成2半的合同。你在干什么？眼看着林梦即将要在他日思夜想的东西上落笔，可晴天霹雳，这一切全部都被这死丫头直接打断。林梦的目光则是一下子落在了岁岁的身上，来回检查。怎么了，岁岁？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你做什么？吓到岁岁了？我看到岁岁往前扑，吓了一跳。对不起，梦梦，是我太担心，情绪失控了。宋世峰还是有些不甘心。梦梦，这合同，不然我再去拿一份。林梦古怪地看他一眼，又不着急，今天先好好的陪岁岁。对了，梦梦，岁岁已经找回来了，那娇娇该怎么办？娇娇很有可能是叶红的孩子，我已经让人去给他们做亲子鉴定了，结果很快就能出来。不妥，梦梦，不然这亲子鉴定还是不做了吧？叶红那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又怎么能养得好娇娇？娇娇从小娇生惯养，你又怎么忍心将她送回到那样的地方去？林梦的眉头渐渐皱起，3年多的相处，他又怎么会对娇娇没有感情？更何况，不论这件事情是不是叶红做的，娇娇都是无辜的。知道林梦的心中已经有了些许动摇，宋世峰继续开口：岁岁不在身边，一直都是娇娇替他在身边孝顺我们，陪着我们。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会崩溃的。梦梦，我觉得就算娇娇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还未说完，原本对宋世峰爱答不理的小崽子唰的一下探出脑袋：不是亲生女儿，怎么不是亲生女儿？她不就是你亲生女儿吗？此话一出，宋世峰吓得直冒冷汗，全身已经颤抖起来。就在这时，林梦温柔开口：岁岁，你才是我们的孩子，娇娇之前是弄错了。对，是弄错了。宋世峰狠狠地松了一口气。世峰，你怎么了？只见宋世峰脸上泛着不正常的白，即便已经极力隐藏，但是却也能让林梦看出端倪来。没什么，梦梦，我着急赶过来，还没有吃饭，刚才胃忽然有些不舒服。林梦面上表示理解释然，心头的疑虑却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梦梦，现在还来得及，相信叶红也会明白，她并不是娇娇最好的选择。只要你跟她说明白这些，想必她也不会要坚持去做亲子鉴定的。你觉得呢？娇娇虽然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可她也是我们娇养了3年多的女儿啊，难道你就对她没有感情吗？若是之前宋世峰这么一说，林梦一定会动摇。只是想到宋世峰方才奇怪的表现，林梦莫名的就有些不想要如他的愿。我看叶红也是想要找回自己女儿的，这亲子鉴定还是做一下的好。那娇娇该怎么办？难不成你真的忍心将娇娇送到那种地方去？你也知道那地方如何，为什么一点都没心疼岁岁？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是的，梦梦，岁岁已经到我们身边来了，接下来怎么都不会让她受委屈，之后她能过的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娇娇不一样，她是要去受苦的。不等林梦说些什么，宋世峰已然十分失望的开口：算了，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只有碎碎，是半点都不记得娇娇了。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薄情的一面。娇娇养在身边数年，竟然说抛弃就能抛弃。不等林梦再说什么，宋世峰便准备转身离去，因为接下来他要给林梦准备一份大礼，彻底让林梦死心。碎碎，你爸爸他不是故意的，那些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娇娇不是我和你爸爸的亲生孩子，你爸爸只是因为这些年的相处，才对娇娇有感情。你那不是呀，宋娇娇不是你亲生的，是她亲生的。妈妈，你知道你身子为什么会那么差吗？是爸爸一直悄悄摸摸的在给你下慢性毒。碎碎，你说的都是真的吗？颤抖着手，林梦给自己的秘书拨打去了电话，替我去查。还未等林梦查出来，宋世峰便再一次来到了医院中，带着重新打印好的合同，只不过他的面上依旧没有表现出来任何，反而是开口试探。怎么这么着急的让我签？梦梦，若不是怕公司有紧急的事情来不及处理，我也不来。你的话我仔细想过了，其实不打紧，方圆会替我看着，而且我感觉我来得及处理，就不劳烦你了。方圆正是林梦的秘书，也是林梦确定自己能信任的人。这怎么行？方圆他到底只不过是一个外人而已。梦梦，你怎么可以把公司的这么多事情全部都交到他的手里面？方圆跟随我多年，他的人品我再了解不过，难道你不相信我的眼光吗？见到林梦语气中有几分生气的迹象，宋世峰稍稍放缓了语气。梦梦，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也是为了你好，一切都有我在，你不必如此逞强。好。林梦定定地看着自己的枕边人，缓缓接过合同。林梦接过合同，仔细地看了起来。宋世峰明显感到慌张。梦梦，你在做什么？不是签字吗？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纰漏。梦梦，我都已经检查过了，不会有差错的，你只要签字就行。然而林梦不置一词，只是继续翻动着合同。林梦，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的办事能力，还是不相信我这个人？我真没想到和你夫妻多年，竟是连你这点的信任都拿不到，怪不得对教养多年的娇娇毫无感情，是我看错了你，原本也是为你好，既然你不想签，那就不签了。话落，宋世峰猛地将林梦手中的合同夺过，摔门而出。这时方圆从外面走进来，眉目间压着火气。林总，我让人去查了宋总的消费记录，真的发现了猫腻。宋总在平江府还有着一套房子挂在他助理的名下，您也知道平江府的房子根本就不是他助理能够负担得起的，而且根据我们的调查，那套房是一个女人在住。方圆拿出了一系列的资料来，包括这些年宋世峰给那个女人花费的种种。你再去查查宋世峰这些年在我的公司有没有做过什么手脚。您的意思是？方圆犹豫片刻，随后道：林总，如果您打算怎么办？如果真是那样，我绝不会放过他们。而另一边，亲子鉴定结果还是出来了，叶红和宋娇娇确实有血缘关系。宋世峰确实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如遭雷劈，娇娇明明应该是他和月儿的呀。看着宋世峰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林梦心中冷笑，方圆也是冷眼看着，他们当然是已经知道这孩子根本就不是叶红，而是宋世峰和他那个养了数年的小情人的。而宋世峰此时已经在心里面怀疑起了自我。娇娇是叶红的孩子，那我和月儿的孩子又去哪里了？娇娇真的是我的孩子，可是怎么会这样呢？夫人，我真的不知道啊，谁能忍受自己孩子叫别人妈妈，还养在别人身边呢？我怎么相信你？没有证据我也不能追究。既然娇娇是你的女儿，你就带着娇娇走吧。这件事情他会在找到证据之后追究到底，他不信叶红之后会一直不露出马脚，他要的就是叶红放松警惕。宋世峰借着公司有急事快速离开了，林梦给方圆一个眼神，方圆则是让人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他们就是要看看宋世峰在发现宋娇娇很有可能不是他的孩子之后会选择去哪里找谁问，而叶红又会选择怎么做。宋国清从小巷中里走出来，他便撞上了一脸阴沉的宋世峰。堂哥，你怎么过来了？我之前替你做那件事情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啊，现在还因为那个小崽子被人追着打，这你总得补偿弟弟一番吧？说了别叫我堂哥，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偷偷做了这种事情还敢跟我敲竹杠？宋国清，你胆子可真够大的。什么事情？堂哥你在说什么？我可跟你说，我身上这伤全部都是因为宋之穗那小崽子，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我可不保证自己会不会不小心在嫂子面前说漏些什么。当宋世峰带来的2个保镖一步步的朝着他的方向逼近的时候，他终于意识到了气氛的不对。堂哥，你这是要做什么？我女儿呢？你到底把我女儿弄到哪里去了？宋国清头皮发麻，却也生气。宋世峰，你发什么疯？你女儿不一直在你身边吗？那是你女儿，再给我装傻试试。他怎么不知道那是他女儿？不是，堂哥，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叶红那死娘们生出来的分明是个死胎，我当时换的不是月姐和你老婆的孩子吗？话落，宋国清的脸上又狠狠地挨了一拳。还跟我装傻？宋娇娇和你老婆的亲子鉴定结果都出来了，继续装。如果说叶红生出来的是宋娇娇没有变成死胎，那么他那活生生的孩子岂不是已经被宋国清给害死了？不说就打到说为止，给我打！今天也是宋之穗出院的日子，得知林梦带着孩子回来的消息，宋老太太早就已经守在了客厅。当见到林梦抱着明显不是宋娇娇的
宋之穗进门时，宋老太太原先还有几分和善的眉头一下皱了起来。娇娇呢？林梦，你只把这野种带回来了。之前世风说你半点不心疼娇娇，我还不相信，现在我倒是看到了。你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娇娇陪在你身边那么久，难不成一点感情都没有？现在只是知道她和你没有血缘关系了，就直接把人扔在医院不管了。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狠心？以前林梦看在宋世峰的面子上，从来都是让着他，但此时林梦已经没有了任何要让着宋老太太的理由。想必您也已经知道娇娇并不是我和世峰的孩子了，而且这孩子的亲生父母也已经找到，自然是要回到他原本的家庭里面去的。宋老太太丝毫没有注意到林梦态度上面的变化，她只在意林梦一开始说出来的那句话：找到了，找到娇娇的亲生父母了。怎么可能这么快？没错，已经找到了。说起来，那个人您还认识呢？宋老太太只觉得自己的心脏漏了一拍，认识。而0517贱兮兮的凑到了小崽子耳边：这老太婆一直知道宋娇娇是白月儿的孩子。白月儿你知道吧？就是你爸养在外边的白月光。我也啦。小崽子又不长记性说了出来：你可别忘了，你吃宋家的住宋家的，还轮不到你在这件事情上说话。他又自认为霸气的下达最后通牒。总之李梦，你今天必须要将娇娇给接回来，我只认娇娇这个孙女。明明宋家现如今所拥有的一切几乎都是吸着林梦的血才得来的，宋老太太却心安理得地说着林梦依附宋家而活的话。这一次她却没有再惯着宋老太太。妈，您可能忘了，现在家里的吃穿用度全部都是我在负责，包括一家3餐日用，还有佣人的工资等等，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出钱。林梦，你什么意思？你可不要胡说，是否每个月都给你生活费？你现在倒是不认了。妈，您开什么玩笑呢？世峰每个月就给我1万，连宋家一个佣人的工资都不够。宋老太太急得跳脚，却指着林梦半句话说不出来。也就是这时，宋世峰从外走来。怎么了？吵吵嚷嚷的。宋老太太立马哎呦哎呦的告状起来，言辞之间就好像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受害者。梦梦，你怎么回事？一回来就又把妈气成这样，你之前不是这样的。妈刚才提到家里的开销，我便说了一句，又没别的意思。难不成世峰你不是每月给的我1万？难道我说错什么了？梦梦，我不懂这些，也没有关注。如果不够，你早该和我说的。这些费用怎么能你来出？谁知不等他将话说完，林梦便点头，知道了，世峰，这些我都有记录在册，等会就将这些年的费用告诉你。之前是我考虑不周，还以为世峰你经济拮据才会这样。怎么会？我只是不清楚而已。你把费用告诉我，我马上补给你。林梦拿出账单念了出来，一共7280万，打在我之前的卡上就行。宋世峰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不敢置信地看向林梦。你说多少？老夫人，娇娇实在是舍不得你们，这2天在家里一直都念叨着你们。你瞅瞅，这眼睛都哭得肿了。宋娇娇更是可怜兮兮的在边上喊着奶奶。我这是实在没办法啊，要不然我这个当母亲的又怎么可能会想到把自己的孩子拱手让人呢？见到老太太动容，叶红便想要加上一把劲，可她不知道自己这把劲算是彻底加错地方了。经叶红提醒，老太太想到自己那个不知道被送到了哪里去的亲孙女，一颗心一下硬了起来，看着宋娇娇的眼神也带上了几分敌意。要不是宋娇娇这些年在宋家享福的人，应当是她的乖乖亲孙女。怎么了？帮你养了那么多年的女儿，还想要我们宋家继续替你养下去？也就是这时，宋娇娇整个脑子传来一阵剧痛，再次清醒时，她迷茫地看着周围的一切，随后眼底爆发出极其强烈的惊喜，她这是重生回来了。宋娇娇的目光落在了刚才书房出来的宋世峰身上。爸爸，娇娇想你，呜呜呜。可是原本以为会一下子将她托举起来哄的宋世峰，此时却是毫不留情地将她给挥开。爸爸，我是娇娇啊，你最暖的小棉袄。你不是？为什么这一世全都不一样了？还有，她明明就是宋世峰和白月儿的亲生女儿啊！她没重生之前究竟是发生了什么？爸爸，我是真的你女儿啊，你为什么说我不是？难不成上辈子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是她没印象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宋娇娇看到了朝着这边走来的林梦，这一次重生，或许就是上天也看不过去，专门让她来弥补前世的遗憾的。她也一定要早日将林梦赶出去，帮自己的亲生母亲夺回属于她的一切。就在林梦打算朝着她这边看过来一眼的时候，她怀里的孩子揉揉眼睛醒了过来，当即林梦关心的眼神便朝着她看了过去，一阵嘘寒问暖。看到这一幕，宋娇娇只觉得心头的不舒服到达了极点，她终于忍不住朝着林梦喊了过去：妈妈，她是谁？她是穗穗，妈妈的亲生女儿。宋娇娇的双眼瞬间瞪大，心跳如鼓。妈妈是什么意思？而看着宋娇娇此时伤心的模样，唯一心疼的也就只有叶红了。她顿时走到了林梦的面前。哎呦，夫人，怎么能跟孩子说这些？就算她不是你的亲
亲生女儿，这么多年的情分难道一点都没有了吗？我可怜的孩子心心念念自己的妈妈，可根本就不被妈妈承认啊！宋家不是我做主，如果你要宋娇娇留下来，该问的人也不是我。之前林梦让宋世峰拿了7280万，已经将管家全都交到了宋老太太的手里面。这件事情现在怕是也要宋老太太或者宋世峰点头。世峰，你之前不是很想要让娇娇留下来吗？我现在不阻止了。话落，宋世峰的脸色铁青，他之前那样是以为宋娇娇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宋娇娇都成了叶红的女儿了，他是脑子有病才会让她继续留在宋家，享受宋家小姐的待遇。既然娇娇是叶红的女儿，自然也是要跟着叶红该回哪去回哪去的。抢别人的女儿算是怎么一回事？还有，之前调换了穗穗和娇娇的人，不就是叶红吗？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同你们算账，你们倒是还好意思舔着脸凑上来。他甚至冷笑一声，做足了疼爱孩子的模样。我们穗穗受了那么多的苦，你当就这么算了？您知道的，娇娇本身身体就不好，起码让她在这里休息一下吧。宋世峰犹豫一瞬，便想要同意。也就是这时，一只脚丫啪嗒一下往被平放在地上的宋娇娇脸上踩了过去。原先昏迷不醒的宋娇娇一下发出尖叫，整个坐了起来。这一下大家都看出来了，宋娇娇就是装晕的。小小年纪就会用这种阴损招式，果然不是我宋家的种。越想宋娇娇就越是委屈，眼泪也不自觉地往下面掉。她转头悄悄瞪向宋之穗，你瞪我干嘛呀？宋娇娇再也忍受不住，大哭着跑了出去。夜晚，宋娇娇住在贫民窟，听着早已老久的空调发出的巨大声响，根本睡不着。她想不明白，她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好端端的重生回来，她就不是宋世峰的女儿了？还有这一世为什么会和前世完全不一样了？次日，宋娇娇再次和叶红一起来到了宋家。我都不知道我家那个怨种又跑去了哪里，这是几天连个人影都没有见到啊！娇娇又从小在这里长大，回去之后就一直哭着喊您和宋先生，把自己都弄高烧了。你们就当可怜可怜我们母女俩吧。老夫人，宋家不会是那种想要把我们给逼死的对吧？到底是名声传出去不好，宋老太太铁青着一张脸，还是让两个人留下来了。宋娇娇和叶红就这么在宋家住了下来。宋娇娇下意识的就要往自己原来的房间走，却是在打开房门后一下子惊呆了。原先该是属于她的布置的好好的房间，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原本的模样。看着这一幕，宋娇娇心头的怒火一下子冒了出来，她挤不上前，抬手就朝床上的穗穗抓去。你凭什么动我的房间？快从我的房间出去！小崽子动作灵活，根本就不遭宋娇娇逮。宋娇娇一下被蹬倒在了地上。宋之穗，你敢踢我？敢呀！在干得漂亮，就是像这样，因为极度扭曲，欺负女主，陷害女主，然后被所有人厌弃。在，你做的真棒。与此同时，系统音传来：点欺负女主，奖励养生快乐水1瓶。在听到了这边传来的动静之后，林梦和叶红一下子赶了过来。见到这一幕，叶红连忙上前将宋娇娇给扶了起来，紧张的不得了。怎么了，娇娇？怎么了？话落，她面露凶光，直接便如同以往经常做的那样，朝着穗穗的脸就扇了过去。死丫头，你找死啊！敢欺负娇娇！看着这一幕，林梦立马上前将叶红狠狠挥开，一个巴掌反手甩在了叶红的脸上。叶红，找死的人是你，谁允许你对我女儿动手的？小小年纪就会打人欺负人，这分明就是把那穷酸的坏习惯给带过来了。要是不早些改正，以后不得更翻天了吗？而且夫人，就算是你溺爱穗穗，也不能任由她欺负娇娇吧？难道富人家的孩子就能随便欺负别人了吗？单单从叶红今天这下意识的举动，他就能猜得出来，之前穗穗在他那里过的是什么日子。难不成是穗穗逼着娇娇来到他的房间里面找打，前因后果什么都不问，你就光凭这一点来判断对错？叶红一下哑口无言，却依旧嘴硬。娇娇可一直都是有礼貌的乖孩子，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欺负穗穗。而这时，宋娇娇也委屈的开口：这本来是我的房间，我不过就是想问一下，穗穗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就把我打了。小崽子虽然说话囫囵吞，但是每个字都是王炸。你揪我头发呀，穗穗妹妹，说谎不是好孩子，我根本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骗人呢？宋娇娇表现的就好像是真的完全没做过这种事情一样。叶红也一下子挺直了腰板，直接开始说教了起来：夫人，不是我说穗穗，她一直都在那种地方耳濡目染，不知道沾染了多少的坏习惯，回回都撒谎骗人，可不像娇娇，从小就是先生和您教养长大的，可不会说谎。今天这事怎么都得让穗穗给娇娇道个歉吧，不然娇娇可太委屈了。林梦冷着一张脸，啪的一下，一个巴掌就甩在了叶红的脸上。这里是宋家，穗穗的房间，轮得到你在这里放肆？叶
叶红忍不住的叫起来：“宋夫人，我也是个人，你凭什么打我？而且今天的事情就是宋之穗的错。”妈妈，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吓人没有一丁点吓人的规矩，我就算是教训了，那又怎样？你要是不服，现在就走人。如此强横的话语，让叶红和宋娇娇两个人都气得不行。林梦相信穗穗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只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小崽子抬起头来：“你凭什么动我的房间？快从我的房间出去！我只是有些着急了，我也没干什么，而且这本来就是我的房间，不是吗？他住这里，我又该住哪里？”够了，给穗穗道歉，然后回去，不然就从宋家搬出去。还有，这本就该是穗穗的房间，你既然是叶红的女儿，就跟她一起去住保姆房。宋娇娇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倔强地瞪着林梦，一字一顿地说出了对不起3个字。叶红气怒地瞪了穗穗一眼，正要跟上去哄，却被林梦叫住：“随随便便就进小姐的房间，还想打人，也看不好自己的女儿，罚你把家里打扫3遍，有意义吗？”叶红心里发苦，可面对已经变得十分冷淡的林梦，却根本不敢说什么，只能应下来。0517又偷偷地瞅了一眼系统空间中的快乐水，随后狠狠地松了一口气：“这是专门给你补身体的，你看你瘦的这个样子，但是喝了快乐水之后，身体就会立马好起来的。系统空间出来的精品，才能更快地让小崽恢复过来。”一边哄着小崽子喝下0517，一边洗脑：“崽啊，你看我们完成任务之后，这奖励多好啊！以后你也要好好的完成作为恶毒女配对照组的任务，知道了吗？”记住了，送宋娇娇有好吃的。傍晚，宋世峰匆匆地走进小区公寓之中。“哥哥，我们的孩子真的不见了吗？娇娇真不是我们的孩子。”“玉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孩子的。”“哥哥，一想到我们的孩子可能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受苦，我的心就好痛。你当初为什么不找个靠谱的人来做这件事情？现在好了，我可怜的女儿。”宋世峰虽然心里听得不大舒服，但是想到白玉儿现在还在伤心，便也没有多计较，只是轻声细语地安慰了一番，又离开了。也就是在白玉儿心中愤愤的时候，他家的门铃被人敲响，却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的位置。“妈妈，娇娇。”白玉儿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宋娇娇会找到这里来，甚至还直接叫她妈妈了。虽然他们两人确实是见过面，但是白玉儿一时间心头的思绪十分复杂，她还是让宋娇娇进来了。“娇娇，你刚才喊我什么？”“妈妈，我知道你才是我的妈妈。”宋娇娇真的受不了了，明明自己就是宋世峰和白玉儿的亲生女儿，可是在宋家却只能住保姆房，自己的爸爸还那么对她。我怎么会是你的亲生母亲呢？”“妈妈，之前我就觉得你很亲，你再去做个亲子鉴定好不好？我觉得你就是我妈妈。”宋娇娇也不能说自己是重生的，估计即便是自己的亲妈也不会相信，而这也是她身上最大的秘密。看着宋娇娇的脸，白玉儿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她迟疑了一下，还是没将这件事情告诉宋世峰。与此同时，宋家还发了请帖，请所有人来参加他们真千金的接风宴。“林梦，谁允许你这么做了？”“世峰，你怎么了？什么叫谁允许我这么做？”“梦梦，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你一声不吭就要办什么接风宴，将穗穗的存在介绍给大家，连告诉都没告诉我一声，是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了？”“我倒是看你这几天很忙啊，穗穗回来那么久，你有好好的陪过穗穗吗？之前你对娇娇那么好，我以为你是喜欢我们的孩子的，为什么到穗穗这里，你忙得连人影都不见了？”宋世峰的心里又是一惊，就仿佛是已经完全被林梦给看透了。“梦梦，我这几天是公司有事情要忙，没有不喜欢穗穗的意思，你不要误会。你之前就算是公司最忙的时候，都不会忘记给娇娇带礼物回来，就算是人不到，礼物也一直都会贴心的准备好。”宋世峰心头一紧，没有，其实我早就给穗穗准备了礼物，这不是打算找个机会亲自给穗穗吗？我就说你这2天怎么去拍卖行拍下了一条手链，原来是给穗穗准备的礼物。宋世峰骂娘的心都有了，心里面痛得不行。那条手链他是准备找到了自己和玉儿的亲生女儿之后，给自己的亲生女儿的，价值700多万呢，却不曾想他的动向都被林梦知道了，这种感觉更让宋世峰内心不爽。怎么了？难道不是给穗穗的？那条手链当然就是给穗穗准备的，除了穗穗还能给谁？我本来还想给穗穗一个惊喜，没想到你已经知道了。穗穗，快谢谢爸爸。学学爸爸。宋娇娇红着眼眶去找了林梦。妈妈，我知道你现在不认我，可是我都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不应该这样大张旗鼓的给穗穗妹妹准备接风宴。面对他的提议，林梦根本充耳不闻，相反十分平静的质问他，这些话都是谁教你的？
你不是宋家的人，你是谁？为什么混进宋家？梦梦，可能是这几天新招的佣人，所以你不认识也正常。是宋家的佣人，你为什么戴着口罩？把口罩摘下来。夫人，我感冒了，所以才戴着口罩。叫出夫人2个字，更是让白月从心底感到了一阵的屈辱。明明宋夫人的名头应当是她的，可现在她却要对霸占了她位置的女人喊出这2个字。感冒可以请假。梦梦，算了吧，还是岁岁的接风宴重要，让他下去就行了，不过就是一个佣人。听到这话，边上有贵妇忍不住了。宋总这么毛手毛脚的佣人，可要不得呀！您这善心可是太过了。哪有人宴会上面会用感冒的佣人的？我看分明就是故意溜进来，借机生事的。这2天新闻上的那个啊，对，影帝不就是差点被人用硫酸给泼了吗？要不是运气好，现在毁容的就是他了。可不是嘛，人家那是福大命大赌过了，要是没躲过呀，在场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宋总你可不要犯糊涂。见此，宋老太太立马素着一张脸，下发号令：世风，你不用太心慈手软，这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是不能随便放出去，把他给我摁住。我今天倒是要看看谁敢来宋家的宴会上面捣乱。一些贵妇的脸上已经露出了古怪的神色，宋世峰简直都快气得嘴都歪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宋老太太竟然会在这个时候给他添乱。这是佣人，哪有这么细皮嫩肉的佣人？别是哪家的小钱找上门来了吧？而宋老太太看到那张脸的时候，也一下子傻眼了。她是知道白月儿的，只是戴着口罩的时候没认出来。哟，这是谁家的小晴儿啊？还追到宴会上来了，真是不知羞耻，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家教养出来的下三滥，才能做出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事情来。我不是什么小晴儿，我只是有点事情过来而已，你们不要瞎说。林梦这一步几乎是绝了白月儿光明正大的嫁到宋家来的念头，堪称绝杀。也就是这时，白月儿在挣扎时露出了脖子上的项链，看到这条项链，有眼力的贵妇神情立马变得古怪。这是2年前林梦在宴会上面戴过的项链，当时还引起过一阵轰动，还以为是哪个的小晴儿，原来竟然是个小偷。宋夫人，还是快让人查查她身上还有没有偷别的东西吧。白月儿的脸一阵青一阵白的，羞愤欲绝。这是我自己的项链，没有偷，只是仿品。这条项链是我半年前就丢了的，没想到竟然在你身上。宋世峰此时的脸色已经全然僵硬，他看向林梦的方向，故作镇定。梦梦，你是记错了吧？我见你3个月前还有一次戴过这条项链。就在宋世峰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的时候，林梦才缓缓道：那或许是我记错了吧。宋世峰终于松了一口气，也就是在那口气松下去的一瞬间，林梦又一次开口：那就报警吧。等等，现在是岁岁的接风宴，一切都要以岁岁为主，闹到警察局去做什么？就当是为岁岁祈福吧。见稳住了林梦，宋世峰又看向白月儿的方向，还不赶紧把偷的项链还回来？白月儿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不甘地将项链拿了下来。喂，叔叔，有贼啊，偷了我妈妈项链，您那超级贵，抓住了，快来人！妈妈，地址对不对呀？林梦愣了好一会，才愣愣点头。等到宴会结束，白月儿今天的事情也一下子如同长了耳朵一样飞了出去。宋家，宋世峰和林梦相对而坐，宋老太太则是坐在宋世峰的那一边。梦梦，这次我们就私下和解了吧？你知道的，公司正处在很关键的时刻，我不想要节外生枝。你知道的，这样的消息传出去不好，对我们公司也没有任何的好处。那他偷东西，还差点毁了岁岁的接风宴，你的意思是就这样算了吗？就在宋老太太也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林梦继续道：而且世峰，你知不知道，因为他闯入宴会，妈被说成了什么样？宋老太太一下闭上了嘴巴。可是公司，你也知道公司，那是赛琳娜作为挚友送给我的礼物，被他给偷了去。赛琳娜本就不高兴，现在你又要和他私下和解，有没有想过我如何跟赛琳娜交代？这样，梦梦你给赛琳娜备上一份厚礼，再将原本的合作分成提高1个点。梦梦你好好的和赛琳娜说说，相信她会理解的。察觉到林梦的迟疑，宋世峰继续道：梦梦你也辛苦了，你想要什么就去买，这张卡给你，需要的花销都从这里扣。我可以试着去跟赛琳娜说，但是那个叫白月儿是吧？必须道歉。还有，你知道赛琳娜的性子，必须等到她同意之后，我们这边才能选择和解。宋世峰除了答应，没有任何的办法，而且他也觉得白月儿确实需要一个教训。在派出所的几天，白月儿整个人憔悴的可怕。当得知他还需要给林梦道歉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快炸了。他把我害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还要我给他道歉。此时此刻，白月儿还不知道，为了赢得赛琳娜的原谅，宋世峰还额外花了900万的事情。白女士，请你正视问题，端正自己的态度。是你偷了林女士的东西，你才是那个过错方。现在林女士愿意和你私下和解，还不够好吗？白月儿心中憋屈到了极点，却又不能说这些都是宋世峰送她的。
的，他根本不是小偷这类话。等会林女士到的时候，你可别忘了好好道歉。人家愿意放过你，是人家心地善良，可不是让你来欺负的。1个小时过去，2个小时过去，人依旧是没有到。也就是在白月儿彻底等不及的时候，一个警察过来通知了他，林女士让你好好做人，别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了，他就不过来了。要不是你不接我电话，我怎么会特地过去？娇娇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还在想着宋娇娇？她又不是我们的女儿，我已经把他们2个都赶出去了。白月儿却是一下脸色大变，你把娇娇赶出去了？宋世聪，我那天过去就是要告诉你，娇娇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宋世峰也是猛地瞪大了眼睛。你说什么？白月儿一边哭一边把自己又去做了亲子鉴定的事情说了一遍。听完之后，宋世峰的脑子嗡嗡作响。哥哥，你说林梦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要不然之前娇娇怎么可能会和叶红测出来有亲子关系？白月儿已然十分着急。哥哥，先别想别的了，去接娇娇啊！娇娇一向身娇体弱的，那天还瘦了不小的。转眼2人到了叶红和宋国清公寓的位置。舅舅，妈妈来接你了，你现在怎么样？正对上咔嚓咔嚓的闪光灯，白月儿和满屋子的记者撞了个正着。白月儿彻底傻了眼。这位女士，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女士，方便说一下，你和宋娇娇是什么关系吗？为什么自称为妈妈？是白女士吗？之前在宋家街婚宴上面偷了项链的那位。白月儿的脑袋嗡的一下炸开，却已经没有了任何能够逃跑的机会。我不是，你们别瞎说，快让我走。而看到白月儿出现，原本躺在沙发上半个字都说不出的宋国清一下激动了起来。白月娥，宋四峰，不得好死，婊子狗，老子死都不放过你们！这几句话一出，在场的记者们更是炸了锅，咔嚓咔嚓的照相声音不断，混乱的关系，巨大的人设反差，简直就是为了他们量身打造的新闻素材。宋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宋世峰和白月儿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宋先生，您和宋世峰先生都姓宋，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宋先生，您之前一直说不出话，为什么见到白小姐就一下子开口了？宋世峰在察觉到屋内闪光灯的时候，心里便一个咯噔，立马捂着脸朝楼下跑去了。当天这条新闻就出现在了各个版面的头条以及微博的首页之上。就在这时，秘书慌张的声音响起：宋总，不好了，夫人去开发布会了，还是连着全网直播的。听到这句话，宋世峰只觉得两眼一黑，反应过来，他几乎是怒吼出声：在哪里？快带我过去！发布会现场，很抱歉，因为丈夫宋世峰的事情占用公共资源，我在这里先给诸位道个歉。林梦思路清晰，一口撇清了宋氏与之创建的公司的联系，并成功塑造了自己受害者的形象。另外，关于宋世峰出轨并且伙同宋国清调换我的女儿与其私生女的事情，我将追究到底。林梦，你别血口喷人！宋世峰，我待你不薄。就在这时，有派出所的警察放出了先前穗穗在医院时候的打码照片。关于小朋友被宋国清虐待以及被从下调换的案件，我们还在持续调查跟进中，之后会根据法律将相关涉案人员绳之以法。医院的护士和城中村的邻居们也在这时站出来，说起来，这孩子是我见过最乖的小孩，可还是天天被宋国清那个畜生打。大冬天的，这死人还让这孩子出来买酒，真的很可怜。这个小朋友是被打进医院来的，我当时就在想，什么样的父母能狠心将孩子虐待成这样？现在才知道，原来不是亲生的，真不心疼。他真的特别乖，他身上的伤我这个大人看了都疼，可他愣是一声不吭的，从来不说。我以为被这对黑心的养父母调换这孩子就已经够可怜了，没想到里面还有他亲生父亲的手脚，真的哭死。如此种种，宋世峰的名声是彻底烂了。宋世峰这几天甚至都不敢出门。正是这时，林梦回到家，正准备让保镖把大门拆了，而宋世峰也是忍无可忍，怒吼着出现：林梦，你疯了不成？你这是强闯民宅，我报警抓你信不信？首先，这栋房子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我有权进来。其次，这扇门当初就是我买的，我想拆就拆，我是来拿我的东西的。另外，宋世峰，离婚协议我会让律师送到你这里来。听到这话，宋世峰眼皮子狠狠的一跳。林梦，你要跟我离婚？是。离婚可以，你进来，我们好好谈谈。听到这话，林梦才缓缓地走进宋家，他也不愿再装，嘴角扯出一抹讽刺。这么多人都看着，你还怕我对你做什么不利的事情来？林梦看他一眼，也不再掩饰眼底的冷意。人做不出来，你可不一定。离婚可以，你必须要恢复我宋氏的名誉，并且赔偿我宋氏这段时间的损失，告诉所有人，之前的一切全部都是你捏造的假证。林梦差点气笑，他想过宋世峰很无赖，却也没想到会无赖成这样。宋世峰，人要脸树要皮，你既不要脸也不要皮，果然天下无敌。怎么你不同意？林梦，我也不妨告诉你，现在你的命都在我的手里面，你想要活下去就乖乖听我的话。梦，我知道你进来之后就一直在录音，但是我劝你等会最好把一切都删了。你是说你在我身上下的那些药吗？宋世峰唇边的笑容缓缓的消失。你都知道。宋世峰，净身出户吧，
承认吧，你的手头上面没有我的任何把柄。他依旧不甘心，又是一句试探。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找到碎碎之前，宋世峰心中暗恨，也有些惊疑不定，目光却定定地看着林梦。林梦，别装了，那个东西根本无解，甚至你若是不一直服用，还会更快的进入死亡倒计时。我们两人分开，必定会对骨架有影响。再说了，碎碎还小，你忍心要他那么小就没了爸爸？林梦，你好好想想，确定要离？你不配提碎碎。难不成你要把这些事情都告诉碎碎？以后碎碎问起自己的爸爸在哪里，你怎么回答？我会告诉他爸爸死了。放心，碎碎快为没有你这么个畜生当爸爸而感到高兴的。宋世峰瞬间暴跳如雷，林梦只是平静起身。看样子宋总是不打算好好的离婚了，那么我们还是走程序吧。对了，我买的东西我会全部带走，宋总应该不会阻拦吧？不会。